好了，各位听众大家好哈，我们开始今天的分享啊。先分享几个同学的体会哈，一个是月牙同学的哈，他说，呃，他分享的很短哈，就是讲自己，应该是讲，那一刻就是说本来就是美好的这一刻，他听了哈，听了这一刻之后啊，让我身心轻松了很多，说打嗝也突然好了，许多原来，就是原来许多东西啊都是自己心理作用太大了哈。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身体这儿和那儿不舒服，往往都和心理有很大的关系。就那课讲的就是我本来就是美好的，就是给自己一个非常美好的一种说心理暗示也好，是主动的意识也好，就是哎，就这个心法啊，其实每个同学啊，每一天都应该去练一练。就是呀，我本来就是一切都是美好，本来就是好的。你不要总觉得，哎呦，我这儿是不是有不舒服了，那儿又怎么样了哈？你总是这样的心理的话，你总会感觉到这儿也不舒服，那儿也不舒服。你说你到医院去看，你什么也查不出来，就是你心里面的一个作用啊。说当然有不舒服，首先去看医生，医生检查之后你没有问题的时候，你要调节自己的心理是非常重要的哈。百学同学呢也分享了一个很短的体会哈，他说按照李老师的讲课内容啊，无怨无悔的做着所有家务和为他人服务，就这一点就是非常非常高级的功夫了，就是你能够无怨无悔的去做这些事儿，还得无怨无悔。说任劳任怨，任劳容易，有时候任怨比较难，说真是能无怨无悔的去为他人服务，那这就是非常高的境界了哈。贾志南同学呢也分享了一个体会哈，他是呃发信息给王孙娟老师说的这样一个体会，他说要保持让身体本能啊做主人，说我通过学习呢，我就听身体的话，就是听身体的话，本能听身体的话，说不听呢就不舒服，我可不再做伤害身体的事儿了，就不再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儿啊，就提醒王老师要多冬天冷了要多穿衣服哈，这样的一个分享，就是我们要听我们身体的这个话。我们这几天讲的让呼吸，虽然提出来是让呼吸，以呼吸为主，因为呼吸它很特殊，其实就是让身体、让本能，就是让心跳、让肠胃的蠕动，让它自己进行，让本能自己进行，你退出来，退出来，就好像让路一样，我只是看着，我只是知道，我退出来，不在里面什么去想这个想那个啊，不给他去做一些干扰这样的一个事情啊。那这为什么我起这个名字呢？叫让呼吸呢？这起的名字哈，让呼吸呢，就这个让的智慧啊，真的我觉得我们可能平常很少有人去挖掘它，所以我今天写的这篇文章呢，就是让的智慧是中华文明啊最深处的生命密码啊。我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这篇文章啊。其实在中华5000年文明哈，中华文明5000年就有一个字贯穿始终，我觉得但是常常被忽视，就是这个让啊，说它不是争，说尽管历史书里面充满了争雄争霸，它也不是取，不是去拿，是吧？尽管许多人都以此为能，我夺的东西越多越好哈，它是那个看似柔弱，实则刚强的字儿让。我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让，大家看看，或许能对你让呼吸的锻炼有所体会哈。说让这一字看似简单，却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智慧结晶。它既是一种行为方式，更是一种精神境界，既关乎个人修养，又牵涉家国天下。在让与不让的辩证关系中，我们得以窥见中国人独特的处世哲学与价值追求。第一个大题啊，就讲让的谱系是一部中华文明的引线。说翻开历史长卷，大家想一想啊，这个让啊，真是随处可见。上古帝王禅让天下，尧让虞，虞让舜让虞，说将天下交付给贤能之人，而不是血脉至亲。就这一举动，就奠定了中华政治文明中天下为公的崇高思想。不传子而传贤，把天下让给最配得上他的人，这就是让的政治智慧。大家想是不是这真是让的最高的政治智慧了？那老子说呢，不敢为天下先，不能成其让。说不敢居于天下人之先，反而能成为万物之首领。这不是消极退缩，而是教导人们以谦卑之心也顺应大道，在后退中呢继续前进的力量。
这是让的哲学高度，有政治的，有哲学的。那范仲淹讲什么呢？说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，就把忧患留给自己，把快乐让给天下。说个人利益位于国家，让位于家国情怀，就个人利益啊，让位于家国情怀，这是让的士大夫情怀，士大夫精神。我们讲，大家都知道孔融让梨，4岁让梨，大的让兄，小的自取。虽为小事，却蕴含了兄弟之让、长幼之序的伦理真谛。我觉得这是让的什么童真版，也是最深入人心的这个家教。三尺巷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，三尺巷真是传千古，说千里修书只为墙，让他3尺又何妨。一句诗化解了邻里纠纷，让出的不仅是3尺地，更是和谐相处的人间情。这是让的什么空间智慧。我们知道大将粟裕，他让帅主动请求辞去元帅军衔，就在名利面前的让啊，彰显了超越个人得失的崇高品格，这是让的高风亮节。那雷锋做好事不留名，让名啊，名字反而传得更远，成为道德楷模，影响了无数的后人。这也可以说是让的平民版，是最朴素的善。我们前不久发生的那个事情啊，军人张伟在水里已经连续救4个落水者了，那时候已经累得脸色苍白，呼吸急促。他妈妈就说：“你就别再下去救了，再救可能我们的命就没有了。”他说什么呀？说妈妈，我是军人，让我再救一个吧。就是英雄们啊，这包括像张伟一样的英雄们，把生的希望让给他人，把死的可能留给自己。我觉得这是让的极致，就把命都可以让出去。而生活中更常见的，比方说让贤、让位，把位置让给更有能力的人；让路、让行，把方便让给需要的人；让利、让价，谈买东西也好，做生让价，把好处留给合作的人。所以一部让的谱系啊，这是部中华文明的什么精神史。当然了，有让它就有不让，让与不让是一张一弛的辩证法。说当仁不让，就面对道义责任真理追求，古人主张当仁不让于师，遇到该做的事儿该担的责任，那绝不退让。那再讲主权领土寸步不让，涉及到国家根本民族尊严，那让就意味着背叛。这是什么呢？这是让辩证法。也就是说，让它不是无原则的退却，不让呢，它也不是无理性的固执。说让与不让，就好像如同一呼一吸一样，该让的时候让是智慧，不该让的时候不让是气节。让与不让的拿捏，就是一个人一个民族成熟度的标尺。是让的是私利与虚名，不让的是公义与底线。这种辩证统一恰恰体现了中华文明独特的这种思维方式。那么让的本质是什么？结合着我们学习传统文化我们要修心嘛，那是什么呢？是让的本质，从传统文化的角度，从修心角度上讲它是从我中解放出来。我中解放出来，我们看一看所有的让，它共同的指向哪儿？就指向那个我的弱化。比方说禅让，尧舜禹禅让。禅让是什么呢？让出的是我的天下。这让梨让出的是我那个大的。让路什么呢？让出我的方便，我本来做的方便，我让给你了。让利让出了我的好处。让名让出了我的名声。让位让出了我的位置。让生命让出的是我的生命。你看每一次让都是对那个我的一次松动，本来是我让出去了，是不是修心啊？说每一次让都是对那个我的一次放下，本来是我的，我拿得紧，执着的很，我把它放下。我们再看让呼吸是把呼吸的控制权交给谁？交给生命本身。让利益呢，是把物质的所有权让给需要的人。让名声是把名誉的占有欲让给更值得的人。让位置呢，是把权力的掌控欲让给更有能力的人。
这都是谁呢？控制权、所有权、占有欲、控制、掌控欲，都是我让出去，那是个我的弱化。那让生命呢，是把对生命的，每个人都会执着自己的生命，让给需要保护的人，对吧？说原来所有的让都是同一件事，就把那个我死死攥着的东西，或者死死攥住那个我，轻轻松开。然而，所谓有让的悖论让出去你反而得到的更多，这真是很奇妙的。尧舜让出天下了，得到的什么？万世敬仰。那孔融让梨成为千古美谈，让出3尺地得到60象。大概讲什么这样？你让利于人呢，得到更人的尊重；让名于人的，你得到更好的、更高的荣誉。大概是不是这样啊？所以那些我就觉得那些为人民利益让出名、让出利，甚至让出生命的人呢，他们永远都活在人的心里。就你让出去的，会以另外一种形式回来；你放下的，会以更高的形态拥有。这种拥有超越了平常我们所说的我手里拿到的，这是放在我家里的这种拥有。所以这种让它不是刻意的交换，也不是算计的投资，而是宇宙间最朴素的法则。什么样的法则？空间因让而大，人心因让而宽，生命因让而贵重，而尊，而重，至尊至重。空间因让而大，人心因让而宽，生命因让而重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有的时候在生活中也是这样的，该让要让。就这种不争之争恰恰体现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。我让出来，反而空间更大了，阴阳相生，有无相成虚实相通的辩证理念。就我们中国人就可以看到让和得之间看到一种内在的联系。那么让它是有层次的，当然这种层次它是你可以说是层次，也可以它互相有兼容的。我大概可以把它分成4类，比方说第一个让物，把东西让出去，让梨让利让3尺地这最朴素的让，从能看见的东西去开始让。让名呢，像让帅、让名、让功劳，是内在的让，那就开始触及到你核心部分了。我对社会对我的认可，这个我。让梨让利，那是我的东西，这是我的名，就到了我。那第3个让位，禅让、让贤，把权力和影响力让出去，这也比较难特别的现代人说，我让了之后我就没有这个利益，没有，那就比较难的。那最难的是让生，就把生的希望留给他人，这是让的极致，就连我的生命都可以让出去，那个我这就真正松动了。那军人张伟无数舍己为人的英雄就达到了这一层。从让物到让生，让的层次越深，那个我就推得越远，生命的境界也就越高。大家讲是不是这样？那在这个时代为什么我们需要让呢？在当今社会从事让的智慧，我觉得真是具有特殊的意义。你看看现在这个世界这资源竞争日益的激烈，这个竞争内卷也好，竞争也好无处不在，就人和人之间充满了算计，信任稀缺那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国际关系剑拔弩张，冲突不断，你看到处战火连天。在这样一个时代让是不是过时了？是不是怯懦呢？是恰恰相反，越是在争夺的时代，让越是稀缺；越是在冲突的时期让越是珍贵。但是真的有很多人或者是很多国家怎么样，他就缺少这种让的智慧。不是因为让能解决所有问题，而是因为什么呢？如果人类不让，最终谁可能都无路可走。大概想是不是这样？说资源有限如果谁都不让，那就是相互毁灭。
空间是有限，谁都不让就是相互挤压；生命有限，谁都不让就是相互践踏。哪怕是一桩小买卖，各让一步才能达成交易；哪怕一次小小的争吵各让一步才能达成和解。真的，让是人类文明的最后一道防线了。不会让的物种，我觉得注定是走不远。不会让，那就麻烦了。就无论是环境保护中，人类要让出一部分生存空间给大自然，你不能把自然东西全都给拿到了，全都给消耗掉了。过去讲的留白不也是这样？留白就让出这样一个空间。我们讲的所有，大家回想一下，我们讲的所有这些内容其实都是前后都是贯通的，都是贯通的。留白就是让出一部分来，让出一部分空间来。特别对环境、对大自然，你一定要让出这空间，你不能把一下就竭尽所能的把所有的资源全都给你消耗掉。你国际交往之中，国家之间互相尊重、互谅互让，是互相体让、互谅互让，这都需要让智慧。那我们就回到我们讲的用爱护生命上，是从让回到用爱护生命。现在我们在实践什么呢？让呼吸，让呼吸。它其实就是我们讲让的那个智慧的传承。让呼吸是什么呢？是最基本的那个让，就让出对生命的那个控制，让对生命的控制。那让利益是最日常的让，让出对物质的占有；让名声是最考验的让，让出对认可度的那个我的追求；让位置是最艰难的让让出对权力的执着；让生命是最极致的让，让出对我的最后一点执着。说从让呼吸开始一步一步的让下去，那个一直紧紧抓住控制住证明着的那个我就越来越松，越来越软，越来越透明。最终我们会发现什么呀？你让出的是一个虚幻的我，而你得到的是一个完整的生命。大家其实平常在家里面在单位在哪儿都可以这么试一试，特别是在家里面跟家人争吵说话的时候，你现在让一下看，你先做这个动作，我先让一步，让一步。那个虚幻的，所以我能赢的那个，你完了之后，你会发现好像这次我争吵我没有赢，可是你没有觉得你没有赢。表面上那个虚幻的我没有赢，可你得到了一个完整的内在的那种精气神的圆满，那种感受，你去亲身体会一下看一看。所以最后我讲说，让是生命的成熟，真的让不是弱者的退缩，而是强者的从容。只有强者他才会敢让。大家想一想，是不是这样？退避三舍，只有强者他可以敢让。就像自嘲一样，那自嘲是真正强者、有智慧的人他敢自嘲。那个没有的，他就一点也不敢自嘲，他就表现我自己是怎么样。那个让不是弱者的退缩，而是强者的从容。让不是无能的表现，而是有度的智慧。它是有度的，能把握那个分寸，那个度是智慧。让不是失去，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拥有。让不是退让，不是退缩，而是为了走得更远。让是生命的成熟就如同成熟的稻葚会低头，我不是老仰着头是吧？从饱满的果实会下垂一样。让他不把那个外面的东西就展现，哎呀，我就让给别人。真正有力量的生命才会懂得让，他会懂得让。我们让呼吸也是这样，让呼吸你真正意识到内在那个本能的力量的时候，那是真正的智慧的认知，你才会敢让。不然你总我不控制能行吗？那个我太强了，那个虚幻的我太虚幻，太那个泡泡太大了，你就不舍得让。所以让的智慧告诉我们，真的是这样，人生不必事事争先，处处不让。
有的时候退一步反而能看到更广阔的风景，让一分啊，反而能收获更持久的情谊。大概想是不是这样？你不然的话，你总是什么都要争，什么都要争，最终可能什么都得不到。就在这个日益拥挤的，我觉得这个星球上要学会让，即使生存的智慧也是文明的标志，文明的标志。让出一点空间，让出一点利益，让出一点名声，我们或许会发现自己得到的远比让出的更多。在生活中，我们需要学会什么？让，留空间。那在锻炼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从锻炼那个让呼吸开始。让呼吸就是我能控制，但是我不控制，我就让，这就练那颗能让的那个心，练那颗能舍的心，练那颗能放下的心。就在让中体验那个我的消融。哦，我不那么重要。有的人觉得我怎么样，在生活都是到哪都是以我为中心，一说话就是我，对吧？干什么事都是我，利益都是我。你让呼吸慢慢听，有那个我在不断的消融，而且你能体会到什么呢？在我的这个消融中啊，哎呀，你就能够触碰那个无限的合一的与万物同体的那个生命本源。你那个我越消耗越消融之后，就真的好像什么？大家注意啊，我们平常那个窗户，如果你那个很脏的话，那窗户上啊都是灰，都很脏。你一擦了之后，哎呀，看外面那么亮，那个我就是这样。那我消融之后，哎，你会发现，哎呀，你的生命更亮了，你的世界更亮了，真的是这样。消融之后，如果你体现那个，哎呀，与万物一体的那个生命本源，当你有那种感觉的时候，你觉得，哎呦，这个让太应该了。你让呼吸的时候，你不停让呼吸，让呼吸，到哪一天突然觉得呀，你丹田自己会呼吸了，丹田里面一开一合那个变化，不需要你头脑想着呼，生命自己会呼吸，那个体呼吸一样。哇，你会觉得之前所有的让，哎呀，都太值得了。如果我老要控制，你永远体会不到那个更深层次的那个生命的真相。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？当然，这个不是一蹴而就，说我一让，马上我就能够丹田呼吸也好，胎息也好，就到那种状态，那也不现实，就需要一段时间的，不是让一次，就像做好事，不是一天做好事，长期坚持着这样去做，做着，哪一天突然之间你，诶，我怎么鼻孔的呼吸很弱了？你会发现，哇，全身开始呼吸的感觉。昨天我和一个同学交流的时候，他已经大概练一两年这样的呼吸的锻炼了。呼吸锻炼，他现在就可以。昨天是他说有一次一下子进入状态之后，他做了3个小时时间，就身体自己开始进行呼吸，丹田开始进行呼吸了。但有这种状态的时候，他觉得哎呀，真是太美好了。所以让啊，大家注意，让呼吸也好，在生活中的让也好，并不是把什么东西让给别人，而是把你自己让给整个宇宙，和宇宙合一了，把那个我消融了，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，多么美好的一个结果呀！所以大家真的要在生活中要学会让，生活中没有那么多事让的时候，你先从让呼吸开始让，生命中每时每刻都需要你让。另外，我说让呼吸自然的进行，自己进行，我不去干涉它，我不去干扰它，好吧？我们讲到这儿，这个内容啊，现在我们在一起再练这个让呼吸啊，大家还是坐在这儿先安静。大家选一个合适的
方式做啊，你盘腿也好，或者说你就直接坐在椅子上也行，怎么都可以，怎么舒服就是最好了哈，安静。今天晚上一坐的时候一待，哎呀，就是呀，去觉知全身，觉知全身不是去感觉身上哪块动哪块跳，哪块气血运行，不是这样，要感受你这个生命。这个本能在你不知不觉之间，你在说话，你在听课，你在做别的事儿的时候，这本能它就在运作着你的生命。哎呀，看着它，或者觉知它，心生一种恭敬之情啊，一种敬佩之情。这是一个比我更古老、更智慧的存在，或者说比我更早来到我的这个生命之中的那个古老的智慧的存在。平时啊，这个我太过张扬了，忘了他的那个智慧的存在。现在，我推到一边。平常是我老造作嘛，带着身体这个弄这个干啥，又生气呀、发脾气啊等等啊，哟，那个我在搅乱身体，用这个身体。现在我退出来，把身体交给这个本能。做熟练之后，你一下就能感觉，哟，真的你退出来了。我们再具体的细致一点做，先把手上的那种感觉，手、胳膊，真的像小孩拿着玩具，一睡着了，手把它一松，那个手指头上的那个力量没了，手指头上拿着东西是我在拿东西，那个我退出来不拿了，手指头一松，手腕、手掌上的肌肉，你感觉完全像睡着了一样。胳膊、肩膀，颈项、胸背，就把所谓那个我如何如何，我挺胸叠肚，我呀，我那个我退出来，我很傲慢，一交那个胸就抬起来，呀，把退出去。我很自豪，我很骄傲，或者我很自卑，都退出来。你整个身体的姿势啊，都呈现出那种没有我的那种状态。我说跳舞是用姿势来表达自己的思想，现在你坐在这儿，你不表达任何我的情绪意愿，身体坐在这儿没有任何我的表达。心脏、五脏六腑更是如此。
让五脏六腑，一些脏器的运作啊，你不让都不行。你能做到的，就是不去干扰它，让呼吸。你真的像让路一样，站在路边，看着队伍过去，你自愿的、全然的、安静的看，让头脑。头脑思考是为了我，现在我让出去了，头脑没有思考了，不用思考，一下子变恍恍惚惚了。头脑是恍惚的，头脑那儿啊，不是说那么清醒的，恍恍惚惚让呼吸，让全身，让内脏，让呼吸。你会发现呀，你越让呼吸，呼吸很自然的就深了，慢。自然的就心息相依了。呼吸是主，它是比我更早来到生命之中的那个智者。特别注意那个头脑，
恍恍惚惚。在生命和你那个灵明的觉知之间，有一个所谓的我的造作。我越造作，你对生命就越缺乏觉知。让就把那个我消融。我退去，我退去，那个觉知，生命才能合一。真正的那个觉知就和呼吸合一了。心息相依。我退去了，头脑恍惚了。这时候头脑不能太灵了，头脑那块不是那种清清楚楚的感觉，而是恍恍惚惚。我越恍惚了，一点灵觉才能照察生命。
这个让呼吸呀，大家注意，就真的跟让路一样。对面来了队伍了，我要让路，这是头脑的决定。可是你让的路边站在那儿，队伍走过去，一端刀走过去的时候，你的头脑就不总说，哎呀，我要让呼吸，让呼吸了，我让路，让路了。你就是静静的看着，看着队伍走过去。让呼吸是头脑的决定，接着头脑就没有了，你就不用再想我如何让了，我已经让了，我就剩下的就是看着那个队伍走，剩下的就是觉知呼吸。带着让呼吸的觉知，就自然的心息相依了。
让呼吸，一定要那个让的感觉，就似乎你是在生命之外，在路旁看着队伍过去，我似乎在外面，在生命外面，我让出去了。特别是要把我让出去，从大脑、从头脑让出去，让整个神经系统自己调节生命。让呼吸，让头脑，有时候身体的很多不适啊，都和神经系统的功能失调有关。真正把我让出去，我不参与头脑，
静，安静。这样一有杂念，一有念，马上让，将我从头脑中让出来。觉知呼吸，让呼吸。将我从头脑中让出来，那一点灵觉，心息相依。
静，让生命，整个生命自己运行，就感觉我退出来，生命如其所是，呼吸如其所是。特别是我退出不思考了，那个头脑，那个神经系统如其所是。生命的主导权，呼吸的主导权，那个神经系统的功能，都交还给本能，交还给生命本身。好，现在大家慢慢站起来，保持这样一种状态，放松自然的状态，慢慢的站起来。安静，安静。我们做复归婴儿，就是胳膊动、全身动的时候啊，就像过去讲过的，万物皆有灵性，生命本身处处都有灵性，不用那个头脑，让那个本能，让灵性，敞开心胸，张开怀抱，那个头脑恍恍惚惚，生命自有灵性，自有爱的光芒。
齐平。生命之灵性啊，与天地的那个大的灵气相通，一展开就充斥整个虚空，大道相通。肩平无限虚空，到头顶上方，停留一个呼吸着，生命自己会运作，慢慢下落。那个我始终是退后的，手尽灭，之胸腹小腹，腹归阴，两手扶于左面，上提，下上提，下上提，转掌，颈椎的后侧，慢慢上升。命门点，手向前，大肚脐点让呼吸，让生命
因为啊，生命处处皆有灵性。两手分开，两臂阴掌侧起，不是你让它起的，胳膊自己会起。把头脑让出来，成一字，身体自己会动，肩环向松，不是外在一个力量让它动，它自己会动。肩开向松，肩环向松。分向松，肩环向松，开向松，两臂慢慢下落，两手重叠在肚脐上。
静。好，大家请坐一下。大家注意啊，就在做这个让呼吸的时候，非常重要的一点，就这个头脑一定要处于一种恍恍惚惚的状态，而不是那个很清醒的状态。注意，一定注意啊，似睡非睡，说恍恍惚惚，恍惚，把头脑那个思考的功能让出，你不思考了，一恍惚。我说，在生命和那个觉知之间，就有这个我，这个头脑挡着呢。头脑一恍惚落下来之后，觉知和生命就合一了。你的是恍惚的，两胳膊起来是含肩缩向肩缩向，缩，头脑也是恍惚的，只有头脑那儿恍惚恍惚恍惚之后，内在那个灵明的觉知才能出来。这可能需要再单独讲一课这个内容啊。平常我们都觉得要形声相和，头脑要很清醒的控制这个身体，不对了。所谓你清醒那个头脑，往往是那个小我，所以你把头脑恍惚恍惚恍惚，就好像我没控制身体的时候，你突然有一天觉得内在那个灵觉，不是那个明觉，而是那个灵觉，那个觉一出来，那种形声相和才不一样。说无意当中有真意，你有意太清楚了，那就没有真意了。这也可以说是锻炼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地方。现在时间没那么多时间讲了呢，我们看我专门再讲一个这个呢，这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，在锻炼的时候，就往往我们觉得好像头脑又很清醒的觉知身体要清醒，它不是头脑的清醒，你只有头脑恍惚，让，你会让。哎呀，我放掉我对胳膊的控制，你越放掉这一些，越放掉你平常习惯性的那个控制力，因为习惯性控制就是你常态的力量，那个小我的力量，你只有把它放掉，放掉控制欲啊，放掉那个我，你才能真正那个觉性才能够起来，那个时候的形声相和那才不一样。我说清楚意思没有啊？所以让呼吸，跟我们过去讲过的，万物皆有灵性，它有灵性，你真得相信它有灵性。哎呀，我让给灵性自己动，这是锻炼核心之核心，关键之关键。我们看，我们再准备把这一课也跟大家再详细再说一说这个内容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儿。大家平常在家里面，最近一段时间，你站桩的时候也练这个让呼吸、让生命、让体会这个让。今天讲了太多这个让的内容，把这个让内化到你生命之中，不单单成为你的思维方式，而成为你的行为方式、你的生命方式。那一定在生命之中会让出一片新天地来。好了，今天就分享到这儿，谢谢大家啊。